做过巧克力蛋糕的朋友一定知道，蛋白霜碰上巧克力特别爱消泡，蛋糕塌陷或长不高，各种问题接踵而来。今天介绍你们一种蛋白霜和巧克力黑白相配不消泡的方法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豪，我们开始吧。牛油35克，隔着热水让它融化，这里你完全可以用其他菜油来代替。牛油融化后，加入45克的牛奶和15克的可可粉。可可粉含有油脂，这就是蛋白霜消泡的最主要原因。提前加入搅拌，就是为了蛋白霜不消泡做的第一个调整。分离蛋清和蛋黄。蛋清最忌讳油脂了，装蛋清的碗必须确保无油。那为什么要分离蛋黄呢？因为油脂会影响蛋白霜的打发，而蛋黄就是一种油脂。我们先把同样含有油脂的可可粉和蛋黄，连同牛奶充分搅拌至乳化状态，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蛋白霜消泡的可能。塞入50克的低筋面粉，和1小撮的盐，大约1克，和蛋黄糊混合均匀。不同家的面粉有不一样的吸水性，因此你们一定要根据面糊的状态来调整浓稠度，直到像这样的浓稠度就可以了。蛋清中加入半茶匙的白醋，大约2克。酸性物质可以帮助打发和稳定蛋白霜。全程用中速搅打，我用2档。打至出泡后，分3次加入50克的细砂糖，并没有规定哪一个阶段必须要加入哪一次糖，只要在明显的纹路出现之前加入所有的糖就可以了。为了防止蛋白霜消泡，我们要打发到偏干的湿性发泡状态，非常的接近干性发泡，取湿性发泡的最大值，在减少消泡的同时，又能够轻易的跟面糊混合均匀，这是我们做的第2个调整。怎样看呢？蛋白霜的纹路非常的立体和明显，搅动时你明显感觉到阻力，拉出的是直立的角，而不是弯钩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先取1/3的蛋白霜和面糊混合，尽量避免画圈搅拌，因为画圈搅拌最容易导致消泡。不需要搅拌非常均匀。再倒回蛋白霜中。先用蛋抽轻轻的混合，再用刮刀把盆边和底部的面糊通通拌匀。搅拌的次数越少，动作越轻，蛋白霜就越不可能消泡。瀑布式的倒入面糊，那些不争气的大气泡会在面糊边缘自己破裂。用这个小妙招来引出深藏不露的大气泡，你用筷子或竹签都可以。震几下，再震掉顽固的大气泡，蛋糕的内部组织才会绵密细腻。同样的，我们用大碗包模具的方式来蒸，蛋糕才不会因为吸到过多水蒸气而塌陷。接下来请注意看戳洞的位置和数量，顺着边缘戳洞，避开中间的地方，大约戳10几个洞就可以了。很重要，锅里的水必须事先煮滚哦，不可以等蛋糕做好了才煮水。中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，不需要焖5分钟，但是呢，我又等半分钟后才开盖取出蛋糕。
这就是为什么戳洞不戳中间的地方，蛋糕膨胀起来会吸到洞口的水蒸气，影响美观。请注意，由于拍摄的关系，我从取出蛋糕到撕开保鲜膜中间隔了大约有2-3分钟哦。时间给你做个参考，我并不是直接取出蛋糕就撕开保鲜膜的。想要倒扣放凉，蛋糕却急着想要出来了。不过你也别担心，蛋糕不会因此而塌陷给你看，形状维持得很好。盖着蛋糕，避免表面被风吹干。放凉后，蛋糕稍微回缩是正常的。切开来看看。由于内部的小气泡分布均匀，蛋糕才会绵密松软，还会晃动呢。这一集我们来着重探讨一下蛋白霜对蛋糕的影响。前面有提到，可可粉含有油脂，蛋白霜会非常不喜欢它。我们调整一下材料的顺序，提前把可可粉、油和水混合。再加入蛋黄，充分搅拌至乳化状态，可以减低它对蛋白霜的影响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需要蛋白霜自己硬起来，坚强一点。来看看不够硬挺的蛋白霜结局如何。这次我打一个湿性发泡的蛋白霜，拉出形态稳定的弯钩，而不是直角。和面糊混合之后呢，你马上就看出差别了。面糊不断的有泡泡破裂，蛋白霜消泡了，不像前面做的那般顺滑。这样就直接导致面糊变稀，不像之前那般浓稠。是否会好奇这样的蛋糕蒸出来会塌陷吗？看起来并没有塌陷。切开来看看，依然是绵密的。有弹性的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这个是消泡的代表，明显比较矮啊，吃起来的口感也稍微扎实。宣布左方获胜。同样的配方，不一样的蛋白霜，这样的对比你就知道它有什么差别了。此外，用不一样的先后顺序来加入材料，同样影响着最终的结果。就好比一段关系中，谁先出现，谁后出现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按赞和订阅小豪厨房，并打开小铃铛，接收最新视频的通知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是小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